最近几天，中国的股市、债市、汇率全面崩塌，人民币汇率更是连创新低，离岸人民币突破 7.35 关口。而与此同时，美国3大股指再创历史新高，这让我不禁想起2021年初某些专家信誓旦旦喊出的东升西降论调。看到现在这副惨状，不知当年那些喊东升西降的专家作何感想？恐怕连做梦都没想到，短短3年不到，局势就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我还记得2021年初，各大媒体都在大谈东升西降的论调。当时有观点认为，美国失去制造业根基，金融业虚而不实，而中国掌握了全球产业链优势。一些评论家甚至把美国比作金融赌场，认为美国工程师都去华尔街炒股票玩期权了。说到期权，最近美国确实很流行零 DTE 期权交易，就是当日到期的超短期期权。据统计，标普500指数期权的日均成交量占到了全美期权市场的 50% 以上。但问题是，这个所谓的赌场不但没有崩溃，反而屡创新高。而中国这个号称掌握产业链命脉的制造业大国，却出现了全面性的衰退。来看几个数据，2023年全年，中国31个省份 GDP 数据终于出炉，增速中位数仅 2.9%， 而且有15个省份的增速低于 3%， 这在改革开放40年里都是罕见的。更有甚者，东北3省里，黑龙江的 GDP 增速仅有 1.0%， 创下历史新低。制造业更是一片惨淡。以新能源汽车为例，虽然产销量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价格战打得昏天黑地。比亚迪、小鹏、理想等车企轮番降价，有的车型降幅超过 30%。结果呢，产能过剩，库存积压，经销商叫苦连天。特斯拉在中国的工厂能做到应付款项周转时间全球最短，比比亚迪快 90%。而且人家还能拿到工信部的绿色工厂奖，从不拖欠工资，100%遵守劳动法。反观国内那些号称新能源势力的车企，包括比亚迪在内，有哪家做得到？更讽刺的是，曾经被某些专家嘲笑的金融赌场美国，他们的特斯拉不但把中国车企按在地上摩擦，就连芯片、操作系统这些高科技领域也是完全压制。去年美国政府一纸禁令，直接掐断了华为的芯片供应链，让这个曾经叫嚣备胎转正的通信巨头瞬间蔫了。再看看房地产，碧桂园、恒大这些曾经的地产航母全部暴雷，一个个资不抵债。去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24.3%， 销售额下降 33.3%。今年开年以来继续暴跌，1月份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再跌 38.8%。这哪里是什么东升，分明是在自由落体啊！有意思的是，就在股市暴跌、经济低迷的当下，官方仍在《求是》杂志等党媒上反复强调东升西降、中治西乱的论调。即便面对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3重压力，即便各种黑天鹅、灰犀牛事件接踵而至，这个论调却始终未变。这不禁让人想起《华尔街日报》披露的一个细节：某咨询机构今年早些时候向高层提交报告，警告如果不采取提振措施，中国可能陷入螺旋式通缩。但这个警告却被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，甚至反问通缩有什么不好？大家难道不喜欢物价更便宜吗？还记得以前经常有个段子，说只有中国人才能1年365天不休息的干活，其他国家的工人都是懒汉。这个段子现在可能要改了，因为很多工厂连让工人每天加班的资本都没有了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3年12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为 50.1%， 虽然勉强站在荣枯线上，但已经是连续几个月的低位运行，
而且远不及市场预期。这个曾经被吹嘘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大国，现在连工人每天8小时的工作都保证不了。我们来算笔账，以新能源电池为例，去年中国动力电池产能已达到惊人的1800 GWh， 但实际装机量只有360 GWh 左右。简单说，产能过剩500%，过剩的结果是什么？宁德时代的股价从最高点的700多块跌到现在的100多块，市值蒸发超过1.5万亿。有人会说，好歹中国手里还攥着制造业这张王牌呀。且不说这张王牌现在已经烂得不成样子，我就问问，你觉得这种制造业有什么意义？一家日本专门生产防爆钢板的中小企业，普通工人的收入就能养活一家4口，有房有车，每年都能到处旅游。而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世界第一电池厂，25岁的工人月薪才6000块，加班到吐都养不起一家人体面的生活。什么工匠精神、至臻工艺，在保障不了工人基本生活的情况下，这些都只是骗人的漂亮话。再说，这个所谓的制造业优势，其实都是建立在压榨人力成本的基础上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3年全国制造业员工平均工资仅为78934元每年，而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年薪中位数达到45000美元，折合人民币超过32万。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特斯拉的工人能住大 house 开好车，而中国工人却要在鸽子笼里啃泡面。更可笑的是，中国的制造业连最基本的核心技术都没掌握，从芯片到操作系统，从工业软件到高端装备，处处都要仰人鼻息。华为被美国制裁后，连个14纳米的芯片都造不出来，最后只能靠囤货度日。而台积电已经在量产3纳米芯片，三星也快量产2纳米了。这种差距用东升西降来形容，不是很讽刺吗？说到芯片，最近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中芯国际，号称已经突破7纳米工艺。但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所谓的7纳米完全是用笨办法堆出来的。人家台积电7纳米良率超过80%，而中芯连30%都到不了。这就好比2个学生考试，一个轻轻松松考95分，另一个题海战术拼死拼活考及格，能比吗？有个细节很有意思，去年年底，中芯国际的联合 CEO 梁孟松请辞了。这位被誉为大陆芯片教父的老先生，在请辞信里写了这么一段话：有些路看起来很近，走起来却很远；有些坎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过去的。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看到的一个统计数据：2023年全年，中国半导体产业共申请专利11523项，但真正获得授权的只有2834项。而且主要集中在低端封装测试领域。相比之下，台积电一家公司在2023年的专利授权就超过3000项，而且全是关键核心技术。光有口号不行，要的是实打实的技术积累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中国连最基本的诚信都没有了。前阵子不是还传出某些企业造假数据、虚报业绩的丑闻吗？这种浮躁的氛围下，还指望能搞出真正的创新，是时候该算算总账了。中国号称的基建狂魔、新能源王牌、制造业优势，现在全都暴露出致命缺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都建立在债务和泡沫之上。让我们来看看最新的债务数据。2024年末，中国广义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100万亿，占 GDP 的89%。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估计超过60万亿，如果加上城投债，总规模可能达到90万亿。企业部门杠杆率更是高达160%以上。简单加一下，中国的总杠杆率已经超过270%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
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美国还要高出1倍。更可怕的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。202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9.6%， 这已经是连续第2年大幅下滑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中国居民约 80% 的财富都在房地产上。如果房价平均下跌 20%， 那就意味着全国居民财富蒸发了约40万亿。这个数字相当于2023年中国 GDP 的1/3，这就好比一夜之间，所有中国人的钱包里都被偷走了1/3。但更让人担心的是就业问题。2024年前11个月，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.1%， 这是官方数据。但如果加上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，实际失业率可能超过 10%。青年失业率更是惊人，去年7月份一度飙升到 21.3%， 后来统计局干脆不公布这个数据了。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，说北京某高校硕士毕业生去应聘保安，月薪5000。这让我想起那些叫嚣东升西降的专家们曾经说过，中国高等教育人才红利正在释放，未来5年将诞生无数世界级创新。结果呢，人才红利没看到，倒是养出了一大批啃老族。据某招聘网站统计，2023年应届生平均起薪不到6000元，比2022年还低了 8%。与此同时，美国2023年应届生平均起薪达到$55900年，折合人民币约40万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都在想方设法往外跑。说到往外跑，最近确实有个现象很有意思，多位知名企业家纷纷注销内地户籍，转移到美国、新加坡。资本市场更是用脚投票。2023年全年外资净流出 A 股超过9000亿元，这不禁让我想起2021年某个专家在央视说的话：美国正在衰落，华尔街就是一个巨大的赌场。而中国制造正在崛起，我们即将迎来第4次工业革命的伟大机遇。现在好了，美国的赌场标普500指数突破5000点，纳斯达克站上19000点，而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上证指数却从3700点一路跌到3100点。这算不算是东升西降？只不过方向跟某些专家预测的正好相反。有人可能会说，你这是唱衰中国。不，我只是在说一个最基本的事实，一个缺乏制度、法治和信任的社会，光靠举国体制、政府指导是走不远的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产能过剩、债务危机、人口老龄化，这些都是定时炸弹。如果在不深化改革，不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，那些东升西降的梦想，恐怕真的只能是梦想了。